医生的老婆，他认识我。你来什么？你看你这斗米啊，帮忙吧，帮着自己一身好西装搭进去，老实了吧？幸亏依然没在，要不看见你这样，跳进黄河你都洗不清了。回来的怎么都出现幻觉了？说这王八还真来憋了，不可能！快！啊！依然，你从哪蹦出来的？你想吓死谁啊？你怎么来的？高大上，这是你的行宫吧？什么行宫啊？我又不是太监，我又不是皇上。依然，你听我说啊。说什么呀？裤子都脱成那样了，还说什么？那个女人是谁？啊，那是我们院新来的律师。律师了不起啊？哦，律师就能知法犯法，律师就可以勾引别人老公，对吗？谁叫没勾引我？那是你勾引他。我没勾引他，不是，我们俩今天刚认识的。今天刚认识就在一起，行啊你够时髦玩一夜情啊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！你能不能听我说两句啊？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敲门。我现在找那个女人对峙去。别，依然冷静，依然。你干什么呀？你不怕人家听见？大半夜的你就不能冷静点吗？你三更半夜在一个女人家里还穿着个秋裤，你让我怎么冷静？我怎么冷静？我怎么冷静？不是你想的那样。那是我想的哪样？那是我想的哪样？那是我想的哪样？我想的哪样？我你能不能好好说话你？我不能，不要好好说话。冷静！你安静5分钟，听我说5分钟行吗？我告诉你啊，外边那个女人真的是我们美容院请来的法律顾问。我跟她在酒吧喝酒，完全是为了谈公事。她喝多了，让我送她回来，然后吐了我一身。我在那洗裤子，你就出现了，就这么简单，你听明白了吗？你这样，你要听明白了，你眨巴眼。起来！压着了吗？好了，以后不许这样了啊！凡事不能老钻牛角尖儿，听见没有？哎，对，任何时候要理智。没什么问题了吧？只有一个问题啊，你说。那口红是他的吗？你走嘛！你怎么又钻上牛角尖？别说了，一个破口红你过不去了是吧？好，但咱们不说口红的事儿，那就说你跟他一夜情的事儿，这可是现行。什么一夜情啊？都跟你说了，你怎么不相信人家呢？你不承认是吧？等他酒醒了，我看他怎么解释。今天我就睡到这儿。你干什么呀？你躺人床上睡什么觉？你要睡咱回家睡去。不走，我就爱在这，我就爱在这睡。你在这床上这跳什么舞蹈？蹦跶的。你要干什么，依然？啊？你就不能相信一下你老公说的话吗？不能，因为我分不清你哪句是真的，哪句是假的。我哪句说的都是真的。我用帅发誓，我绝没有做过半点伤害你的事儿。你还不相信我吗？高大上，咱俩换过来。如果你看到的是我，你信吗？我信，因为我爱你。老公，好了啊！哎呀，这多好啊！这才是小鸟依人呢。
是小鸟依人。依然，依人，依然，小鸟依人。好，依然不都一样吗？好了啊，哎，安静一会儿啊，刚才累了啊，歇啊。赶紧醒了，他是喝酒的高手，赶紧躲！不好意思，问题。哎，你干什么？你松手！不好意思。你是干什么的？我是干什么？我来找我老公。找老公？谁有你老公？哦。没事，你赶紧。没事，我帮他找。找老公。找到了，俩老公。依然，谁呀？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啊？哥们儿，这是误会了，真的误会了。今天晚上这事儿很复杂，一句两句说不清楚，这没你事儿。你走。快走！太乱了，这一晚上是乱的。依然，老婆，等等我。依然，你不睡觉，你怎么又坐起来了？跟你吵，老公，你说实话，只要你说实话，我什么都能原谅你。我难道还没跟你解释清楚吗？这个事儿就那么简单，人家喝多了，我把人送回去，然后我就洗个衣服，你就到了，剩下的事你都知道吗？半夜送醉酒女人回家，这是丈夫出轨最严重的症状。丈夫出轨还有症状，你这都听谁说的呀？我用网上的丈夫出轨测评表测了你几10遍，你出轨的指数一直都是5颗星。网上的东西你也信吗？还丈夫出轨测评表，那都是吃饱了撑的闲着没事干的一帮混混瞎编的。那个女的出手保护你，你半夜3更又跟她喝得烂醉，又去她家，这怎么又绕回来了？怎么又到这个事儿上了？不对呀，你怎么知道我去他家了？而且你还知道他家住在哪儿的？你别管那么多，我就是知道。哎，依然，你是找人跟踪我了吧？你可真行啊你啊！你是个舞蹈家，一个搞艺术的，你不是没文化的，你怎么跟个特务似的？这种手段都使到你老公身上了？我是被你逼的。你要是不做那些事，谁傻了吧唧会怀疑你？谁逼谁呀？我一天到晚一个贤妇良妇，一个首席美容专家，不是工作就是回家，满脑子想着老婆孩子，我还逼你了？我天天活在监控之下，我一点自由没有。你这种日子是不想过了？你想干什么呀？你想干什么？你想干什么？你想干什么？我就想那2个字。哪2个字？鲍律师。哎，高大夫。哎，来，请坐。那天晚上我喝多了，不好意思啊。哎呀，没事儿。如果你妻子有什么误会的话，我可以去跟她解释清楚。我们俩之间的事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你完全不用去解释，真的。
很简单，就因为钱院长上个礼拜搭了我一回顺风车。哎，到了到了。哎呦，没事吧？对不起对不起。不就是块口红吗？有什么讲不清楚的？你实话实说不就完了吗？他本来就怀疑我和这院长有问题，一旦解释不清楚，他毛病一上来，他一定会跑到这儿来闹，我这工作就甭想干。高大夫，他为什么总是怀疑你呢？你就没有找过自身的原因吗？找过，我有前科。啊，那你还有什么委屈的？也难怪他怀疑你。因为那也是误会。难道每一次都是误会吗？反正是作为一个男人，我是一点自尊也没有，天天提心吊胆，东躲西藏，煞费苦心，就为了躲他的猜疑调查，还要怕被跟踪，这种日子我是过不下去。你看，依然呀，你怎么来这儿了？有事咱俩回家说行吗？离婚协议我签字了。你还真签了？离婚我不在乎，我就是想知道你为什么不顾一切的跟我离婚，这话你必须说清楚了。离婚你不在乎，你真有病吧？我冒昧的插一句啊，依然，那天晚上你误会了。误会？你觉得那天晚上你们很正常是吗？我发誓绝对正常，我敢在法庭上说。行了吧，你们这些词儿我都会了。对不起对不起，嫣然，干嘛呀你？有火你朝我发，你就别伤及无辜行吗？谁伤及无辜了？我伤及谁了？我才无辜呢！我都跟你说了，这是我工作的地方，不是家，有事回家吵去行吗？你先回家行吗？你别欺人太甚了，高大上。谁欺人太甚啊？是你欺人太甚，你在欺负我。我就不明白你为什么老净这一件事你就不松口呢？是不是你心里有鬼啊？我有鬼。我有别的女人的口红。一个破口红能说明什么呀？啊，等，看见了吗？我媳妇就因为在我车里发现一个口红，就怀疑我跟别的女人有染。我染什么了？染红了？这么恶心的话你也说得出口？依然，我理解你的心情，但是任何事情都要有个限度。本来我今天是要跟你解释的，看来今天没有办法解释了，改天再找机会解释吧。现在你满意了？闹一场啊？你说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想干什么？你想干什么呀？你想干什么？你想干什么你呀？想干什么？咱别吵行吗？你别逼我。谁逼你了？你逼我。是你逼我。你是非逼着我说出那俩字的。哪俩字？那俩字？哪俩字？你清楚？我不清楚。你说，哪俩字？离婚。离就离。这个结婚证就没用的了哈。这个持证人是高大上，这个持证人是依然，就是颜面正身，把这个头像放在这个下面，一会儿咔嚓，好，就欧了，哎，好像你们二位，对，我给你们调解过呀。对，你这个形象很有特点嘛，那么粗犷。我想起来了，好像这至少得我7、8次了吧？2次。哦，对，那至少2次了，所以说我就不多说了吧。我就以前给你们讲过很多道理了吧？是，就不要再我重复那些废话了，好不啦？
你们俩该干嘛干嘛去，好好回去过日子，好不啦？哎，同志，我能说几句话吗？可以的，讲吧。我们前2次确实很高兴能遇见你。哦，感谢你的同时呢，我们确实很烦你。啊，就因为你，让我们无端忍受对方直到现在，你不觉得很浪费生命吗？啊，不那么讲，你们俩一定要相互包容、相互理解呀，这个特别重要啊。说到这2点，你们就不应该再离啊，晓不啦？你到底办不办？什么？你到底办不办？好，这位女士，你先不要那么发火，好吧？我就问你一个问题，你作为母亲，你想没想过孩子的感受？你既然为人母了，想没想到你的父母的感受？双方老人感受，你们考虑过没有？考虑过没有 ？OK。孩子和老人我们已经考虑清楚了，我们决定先瞒着他们，可以吗？离婚是我们2个人的事情，我们不想伤及无辜，可以吗？哦。哎呀，这是2个王八。你说什么？啊 ，sorry， 我是说2个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，我是用的比喻啊，拟人化的比喻，晓不得。哎呀，那我只能咔嚓了。哎呀，那就咔嚓了，准备咔嚓了，咔嚓了，天下又少了一对夫妻了，我要咔嚓了，咔嚓了。你看，来得及，说吧。我问他最后一句话，然后你就咔嚓。问。高大上，你为什么宁可净身出户也要跟我离婚？说。咱俩都到这一步了，还说这个有意思吗？因为你这次什么都答应了，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？没有。他没有，这个很关键，他没有。我跟你过了这么多年，给你生了儿子，你把我当垃圾扔了。不说了行吗？说，你哎呀，别不好意思，互相找台阶。说，你是不是赌博了？没有，他没有，盖章。哎呀，你下次命令的呀。把那个也盖了。干了，连那个都干了。假如躲不开分手时候，我愿面对你潇洒挥手，回忆面对这一刻分手，你曾后悔。可笑吧？就因为一支口红就离婚了，其实就是一句话的事，一句话结了，一句话离了，没准一句话又复婚了，真是刚进天堂又下地狱啊！我现在就是活在地狱里啊！也有可能是在天堂里啊。Fly me to the moon, and let me play among the stars. Let me sing the spring. 这是什么呀？一封信，一封告状信，告我？说你勾引人家老公，破坏人家家庭，说我是小三儿，也可能是小4、小5、小6。这封信用词之大胆，形容之犀利，内涵之丰富，倒是一篇好文章。我可以负责任地跟你说，这绝对是赤裸裸的诬陷。他为什么不敢当面跟我对质？我鲍小磊身正不怕影子斜，我可以提供我清白的证据，我敢上法庭跟他对质。小磊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以你的条件，完全可以找一个小伙子谈恋爱，干嘛非得找一个拖家带口的二手？哎，我没有找一个二手男人。你喊什么喊？你冲我！咱们之间什么关系啊？
咱们俩什么关系啊？我不光是你的领导，而且还是你的男闺蜜，在外面传呢。我都是你的男闺蜜了，无话不谈，我不了解你啊。知道了，一定牢记所长教诲。哎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，对不对？下次争取找个处男。哎，怎么什么话都敢说呀？女人，女律师，啊？哎，小磊啊，来里边坐。我不进去了，就在这说吧。哎，什么重要的事儿还跟这儿说？小磊姐，很重要的事儿，把那天晚上你们俩跑到我房间里所看到的、所听到的，一五一十、仔仔细细的给我写下来，当做我打官司的证据。哎，别，小磊，我们什么都没干，你别告我们。谁告你们呀？是高大上的前妻要告我。你们把情况如实的写下来，是在帮我，我也要证实。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，这是好事儿啊！对你来说是好事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说两个不合适的人在一起，对谁都不好，对吧？高大上有什么好？你都对他有想法。其实有时候我觉得高大哥那个傻劲儿，跟我那死鬼老公有点像。什么？跟我打官司？都是他搅和的我离婚，他跟我打什么官司？您不是写信给人告到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协会了吗？写信？我没有啊。告的就是他和你老公好，这事用脚趾头想想都知道是你干的。什么？您的事儿就此打住。哎，来了，高大哥。不好意思，抱歉啊，来晚了。来，你坐，你坐。哎呀，好，你坐，我去给你倒杯水啊。谢谢。你前妻给律师协会，给我们律师事务所写状告信，说我道德败坏，做第三者，破坏别人家庭。这话你也信啊？你问谁呢你？你把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原原本本写一遍，我打官司用。还要打官司啊？鲍律师，我觉得这事儿你是不是想太多了？他都告到我头上，我能不想多吗？这给我的信誉造成多大伤害，你知道吗？您的事儿就此打住，我还得求您个事儿，您呢就当从来没见过，千万别把我牵连进去，行吗？哎，行。怎么样？有效果了？还真是你写的，给你出口气呀，华姐。咱就把这封信收回来，就说是误会。就算是误会，现在也不能收手啊！哎呦，我不想打官司，这样会把高大上逼疯的，以后就没机会跟他和好了。妹妹，你不能想一出是一出啊，多伤感情啊！我现在确实有点后悔了。以后你的事儿我不管了，你不用去，我去把信撤回来。你把那天晚上发生的事儿原原本本写一遍，我打官司用。
还要打官司啊？布律师，我觉得这个事你是不是想太多了？他都告到我头上，我能不多想吗？这给我的信誉造成多大伤害，你知道吗？我回去我好好说说他，批评他一下，我让他把那个告状信啊收回来，然后我再给你写个证明，证明你是清白的。你看这样行吗？这个勉强可以，但是你还是要给我写个证明，证明咱们俩是清白的。万一我要打官司，你还要上法庭给我作证。这有写什么证明啊？咱俩本来就是清白的嘛。高大上，你是要站在正义一方，还是要被情感绑架？我说这个，别这个那个磨磨唧唧腻腻歪，到底写不写啊？你别一说话就机关枪车，等，弄得别人脑子都乱了。对不起，我接个电话啊。喂，什么？啊，帅说想死我了，还这熊孩子怎么说话呢？他爸活得好好的，还想死了，那行，那我马上回去啊。是啊，拜拜啊。高大上，别逼我讲粗话，以后假装打电话的时候把屏幕挡实了，白长了那么大一张脸。我儿子真想我了。帅，爸爸回来了。看吧，这些证词证明我是清白的。哦，那不用了，那个信已经撤回去了，那个误会。说声误会就算完了？那你还想怎样啊？发个声明，没事也别有事儿。难道你就没什么可说的了？好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真诚向你道歉啊！以后我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。老公，你是不是特烦我呀？在盖章之前，我特别想赶紧把这个婚离了，我1分钟都不想多待，我就想跟过去的生活说拜拜。可是，那个钢印针扎下去的时候，我感觉就是打在我那个小心脏上了。老公，我再也不犯疑心病了，我再也不怀疑你了，我再也不跟你吵架了。我想好好的跟你过日子，我想好好的照顾你。说真的，我挺后悔的。老公，我好后悔啊！我也后悔。我这样抱着你，不算是耍流氓吧？如果复婚，就不算耍流氓了吧？那咱俩复婚吧。你提出来的？我提出来的。你真心提出来的？我真心真意提出来的，就今天，马上。那我查查今天是不是好日子？查他娘的什么日子？民政局还有半个小时下班，拿定更正。走，现在就去。哎，走，快！怎么是你们两个？你们来干什么呀？我们俩要复婚。你们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我问你们，把我的当什么？当你们家呀？你们说离就离，你们说结就结，是不是啊？大哥，哎，您别生气啊！再说了，您不是已经把好几百对都已经劝和了吗？我们又多增加1对，多好啊！我们保证，这一次复合之后绝不再离了。我们这次真的是认真的，你就当之前不认识我们。我怎么可能不认识你们呢？
你们对我打击太大了，让我没有一点成就感。我不需要你们俩，晓得吧？不需要你们来增加我的业绩啊！求你了，大哥，你就帮帮忙，你给。 no， 不可能，晓得了。走吧。不走，我走。你不能走，你哪来？你再粗鲁了，你土匪，你晓得吧？哎呦，好吧。带照片了吗？带了。 谢谢。走。我永远不要再见到你们俩。太他妈失败了。 傅律师，我正等你回来呢。单身了就想入非非了，男人呢都一路货色。不单身也想入非非，不过我现在已经不是单身了。这么快就有新人了，一直带着备用胎呢。什么备用胎？我复婚了。破胎补上了，什么时候？15个小时以前。你们有病吧？有啊，离不开的病，他缺钙。你缺钙，骨头有问题。是什么缺钙啊？我那是宽容，忍让也是婚姻的一部分。你想想，虽然我老婆多疑、爱闹事、不相信人，啊，挺招人烦的，但是她动机是好的，那说明她不愿失去我，她爱我。不想失去就是爱你啊？他爱你们家大衣柜吗？别人随便搬走他让吗？哎呀，不要捉弄我呀！那你听我说，你的意思是他把我当家具了？ 我的意思是，他有可能把你当成私有财产。不可能！哎呀，不要拨弄我呀！好，你听我告诉你，我们两个之间真的是有感情的。我正式邀请你参加我们的二婚典礼。你想什么呢你？他这么一闹，别人都认为是我破坏了你们俩的婚姻。你们俩一转身拜堂入洞房了，我不成了当代的窦娥小白菜了吗？我怎么是窦娥小白菜？哎呀，你再不让我不要脸了！好，我松手动手不理事，我不拦你了。你听我说，你能等一下吗？不是，我代表我们两口子正式给你道个歉啊！你那个告状信不是我老婆写的，是她同事写的，而且我们都要回来了，还你清白了，这个钱。我捅你一刀，跟你说声对不起，行吗？不是，你不用捅我一刀，你就是在，你推我一掌也受不了啊，对吧？你就消消火。你说我们复婚呢，总是要被祝福的。窦律师，你怎么了你？你是有点激动没？啊，窦律师，小李护士，哎呀，怎么了这是？你可算来了，打你电话你也不接，发短信你也不回，医院被盗了，医生的休息室被洗劫一空，这个警车都来了。那柜子里除了文件资料，还有什么其他东西？有一个存折。存折怎么不放家里啊？家里不安全，这方便吗？存折上有多少钱有90多块。90几块啊97块多，我记不清了。差不多了吧，警察同志？你看一下，没什么问题的话，你在这儿签个字。哦。辛苦了。你好，帮我办一个挂失。哎，大叔，你没事吧？排队啊？对不起，姑娘，我有点着急，我那个存折丢了，全部家当都在那，能不能理解一下？我都排了1个多小时了，怎么理解？那个，能不能这样？我给你100块钱排队费，200行吗？哎，可以。谢谢啊，给我办一个挂失，谢谢啊。
帮我查一下那个钱数收没收？应该是971328。可以了，1分都不少。啊，真的？对。谢谢，太感谢了，太感谢了！哎呀，太好了，谢谢你啊，真的。喂，是高大上吗？啊，对，是高大上的。你等一下啊，老公，电话。我让他等一下，我正在换衣服呢。啊，他正在换衣服。我呀，我是他爱人。你说。哦，我是派出所的。他丢的存折已经找到了，90多万存款没丢失。依然，你什么情况？完全不在状态啊！他背着我偷藏90多万。啊？多少？90多万？他要干什么？我100%的保证，他这笔钱拿去一定是养女人的。就说他跟那个女律师没一腿吧，那一定是有想法的。还让我把告状信收回来，我一点没委屈他。华姐，要真的是这样，我绝不跟他再过下去。我还就不信没有王法了，我还真就跟那女律师较上劲儿了。你不用找私家侦探，我亲自去。我是小姐。稍等一下，请问一下高大户在吗？高大户，就是这个王牌医师啊。高大户啊，他开会去了。上哪里开会啊？你还在酒店？这边。鲍律师，一会儿到饭店我跟你说点事。什么事儿？神神秘秘。赶紧来临海酒店。啊！你留了这么大一笔钱，他不知道。离婚的时候你也没说。不是，我们离婚的时候，就是都在气头上，很草率，很仓促，没来得及说，结果弄到现在反而不敢说了。离婚的时候你隐藏了90多万，这在法律上就叫隐匿财产，你知道吗？不，你听我给你解释啊，我不是存心要隐秘的。隐匿。隐秘。隐匿。隐秘。匿。秘。好，你接着说吧，秘。我不是存心要隐秘财产的，我当时想法很单纯，就是他给我闹的离开3家医院之后啊，我去了很多家那种私人医院，待的不是很痛快，我就一直有个梦想，想自己开一家医院，哪怕是小诊所也行，既体现我个人的价值，又能给他一个意外惊喜。其实初衷就这么简单。那你跟他说实话嘛，2个人一起实现梦想，那多有意义啊！我倒是想了，他大手大脚惯了，这个钱放到他手里，他要不买奢侈品，肯定又是买股票或者是买房子了，还实现梦想，做梦吧，那就是。你别拿梦想说事儿，不管怎么说，你跟他离婚时就不应该隐匿这笔财产。我就跟你说了，我不是故意隐匿这些财产。哎，说对了啊？什么？我没事，你接着说。我不是故意隐匿财产的，其实啊，我那个钱啊也是自己一点一点辛苦挣的，跟他也没关系。你自己挣的那也算是你们俩的婚后财产，你不能独自处理这笔钱。我没有独自处理啊，我就是想开个医院，开个医院不也是为了多挣钱吗？不也是为了老婆孩子吗？啊，行，你们家的破事我也不想听，回去把存折给你老婆，跟她实话实说吧。我现在再跟她说就很被动了。他是一个很容易冲动的人，上头。我一跟他说完本来没事，这一下肯定鸡飞狗跳的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有办法，我还跟你商量什么啊？他现在肯定对我还很怀疑。我发现这个信任啊，就跟一张白纸似的，弄皱了容易，抚平了很难。是的，隐藏90多万，那可不是个小数。
看美容医生这么挣钱呢？什么呀？我那是省吃俭用、偷偷摸摸一点点存的。哎，你平静点，你喊什么冲我喊什么呀？马上就要上台演讲了，你先看一下演讲稿吧。哦，我都忘了来看什么来了。依然，你好，我们的朋友住在你们酒店，就是没有告诉我们房间号码，我们联系不上，能不能帮我们查一下？啊，那你能报一下他名字吗？我这边帮您查一下好吗？啊，好，鲍小雷，高大上，请稍等。哦，这边是登记的是2706房，开的是钟点房，登记客人姓名是高大上。什么？大家都清楚，现在一个一般的医生挂号费也就几块钱，一个专家挂号费也就几十块钱，大家呢都觉得贵。可是大家想一想，现在修一双破皮鞋也要10几块钱，洗一台车也要几十，哎，大家觉得这个便宜，我就奇怪，你说修破皮鞋、修车，哪都比修人还贵吗？所以我觉得这个医患关系啊，最重要的还是沟通不够，是吧？大家对这个。对不起啊。你私藏的90多万到底怎么回事？依然有事再回家说，我开会。个大骗子！依然，你冷静点。你没法冷静。这是在拍小品吧？这钱是给你留的吧？鲍律师，你先回去。这是我老婆，没事，我自己来处理。妈呀，快走！哎，你们消失不行吗？说，你外边还有谁？今天你把这话清清楚楚给我说明白，你让我死也死得明白。对不起，那个耽误大家几分钟啊。让我求你了，你在外边给我留点脸行吗？你不要脸，我给你留什么脸？你到底要骗我到什么时候你？你疯了吗你？有时候不能回家说去，你这样怎么跟你过日子？谁愿意跟你过呀？你每天晚上假模假式的回去，白天你偷偷摸摸跟别的女人在外边开钟点房你，啊！你个王八蛋你！你后悔了吧？你现在回来想跟我分财产是不是？你卑鄙，你无耻，你混蛋，高大上！依然，别逼我，你是不是非要逼着咱俩离婚？离婚！你就离！好了好了，哎，再婚胜新婚啊！祝福你们啊！以后千万不要再闹了，好不啦？好，谢谢啊！哎，好，再见。哎呀，又劝和了一对，很有成就感呀！树上的鸟儿成双对，露水青山带笑。你们怎么又来了？你们为什么又来了呀？为什么呀？出来！扣子好吧了，扣子好吧了，你们不要动手好吧了，都不要动手，去了动手不动手，你们坐好吧，你们坐，我给你们搬，二位请坐好吧了。不是你们带照片了吗？带了。啊好，我马上给你拿离婚证啊，拿离婚证。快点！啊，我去洗小了，你不要喊好不了。带照片了吗？啊，这个没有了，先看这一张。高大上，颜面正身。哎，你想好了哈？想好了。啊，房子归他，财产归他，孩子归他，自由归我。高风亮节。好，马上咔嚓。轻松好。依然颜面正身，你也想好了哈？我想好了，孩子归我，房子归我，财产归我，其他感情全归他。通情达理，好，马上咔嚓。
我求求你们以后别让我再见到你好吗？你们让我很失败，你们晓得吧？真的，求你不要再找我了，好不啦？求求你们了，真的。爱到尽头，覆水难收，爱悠悠，恨悠悠，为何要到无法挽留，才有相信你的温柔？给我，哎呀，我的这个小心脏快要爆炸了，就跟坐火箭俯冲大海没什么两样。我为老婆孩子存点钱，这有什么错？女人为什么就不能理解这一点呢？高大夫，请进。高大夫啊，那个非要告你把她整成稀烂鼻子的女的啊，现在不告了。包律师啊跟她协商呢，留个书面的东西为证就可以了，放心了吧？过去了。不是，你这状态不行啊，要不这样吧，你先休息几天。别休息了，院长。最近又是老婆闹，又是医闹的，给医院添了不少麻烦。我看干脆我引咎辞职吧。什么？引咎辞职？想你都别想，引咎可以，辞职不行。我给医院添了这么多麻烦，我自己都不好意思了。高大夫啊，你说这话太见外了吧？我們倆是什麼關係啊？從私人感情上嚟講，你係我嘅男閨蜜；從工作關係上嚟講，我搭台你唱戲噶嘛。你不要有那麼大壓力好呀。要不這樣吧，我呀算你帶薪休假啊，有什麼事兒，醫院幫你頂着啊。怎麼好意思嘞？有什麼不好意思的呀？晚上你在這住都行。住醫院不合適，我還是出去找房子吧。隨你便，但是辭職不可以。高大哥，哎，老板娘，鲍律师，你们怎么来了？说实话，我现在真不愿意到你们医院来。我从医院走廊一过，所有的人都按第三者的礼遇刷刷刷的给我行注目礼，尤其是你们女院长为首的女同志，不管多大岁数，都跟我泡了他们老公似的，我都能闻到醋味儿。你也别往心里去，回头我好好给他们解释解释。你倒霉就倒霉在爱解释上，这种事儿越描越黑，你就应该不解释、不理睬、不在乎，不要脸。我还不要脸啊？说的心灵鸡汤一点，我不是说你不要脸，就是走自己的路，让别人说去吧。你这是没脸在这干了，要回家了？我回什么家？家都没了。这次真离了，院长让我好好休息几天，安顿一下。唉，你太累了，也该歇歇了。回房别等我了啊！啊。哎，高大哥，你去哪儿啊？我送你啊。不用，我去看看房子。我刚才联系了一个房屋中介。你在租房子啊？我给你介绍一个好了吧，2居室，特别宽敞，1个月租金1500块。这么便宜啊？啊，合租的。哎，我都已经快混成蚁族了。几个人合租啊？就2个人，一个房东，一个租客，跟你一样都是离婚男人。我梁氏一听，不已经有2个人了，我就听吗？不是，那个租客呢拖欠房租，他马上就要搬走了。哎呀，不多说了，我带你去看看。走走走走走。Fly me to the moon
你说咱俩在这儿掰扯半天了，也没什么用。你呢也别太较真儿。我觉得咱俩不合适，咱就算了吧。你说不合适就不合适啊，你说算了就算了，什么都你说了算是吧？那当初我俩在一块的时候，合适不是也你说的吗？你还说你就喜欢我这类型，就嫌我瘦了点，整这半年多我啥都没干，净增肥了。我这是为你好，你看我这条件啊，就这个，我这不是担心你将来跟着我遭罪吗？那我嫌弃你了吗？啊，对，你是没嫌弃我，我自己嫌弃我自己行不行啊？我自己不嫌弃你自己呀，刚子，我喜欢你，我就不图你有钱没钱，我喜欢你的潇洒，特有男人味儿。你知道我最需要啥吗？你最需要啥？需要爱。爱。反正我是不会离开你的。撒拉嘿。来，高大哥，这是债，2梯2户，怎么样？哎，这不是那个鲍律师家呢？对，这是他家。我给你介绍的是对面这家。太巧了，不是冤家不聚首啊！你怎么不说有缘千里来相会呢？遇事不能那么消极，你要我正能量，正能量就行。啊。哎，小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位是高大哥，这是房东郝小健。哥们儿，这是误会了，真的误会了，这一晚上是乱的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给你添麻烦了啊！你没给我添什么麻烦。高大哥呢想租你这个房子，他非常的符合你这个条件，离异啊，单身，还有付得起房租，还是个男的。轮组3了呢？当然葛大不想让我们进去是吧？高大哥，来，进来看看。小健，你带高大哥参观一下。哦，没事没事。这是个厅，这是一间房，我住的。那还有一间房，这厨房，卫生间在门口刚进门那个地方。这怎么回事？这和女的合租啊，这多不方便啊！这咋女啊？这金继刚女朋友阿美。金继刚，金继刚！哎呀，喊什么呀？喊什么呀？你又换女朋友了？哎，这换。哎，你来找我的？他是来看房的。啊，挺好。病人姓艾，爱新觉罗金继刚。爱新觉罗是我的祖姓，你可以叫我继刚或者刚子都行。幸亏幸亏。我叫高大上。高大的高，高大的大，高尚的上。哎呀，这名字好，都知道什么意思。好什么好？我现在是落魄的凤凰不如鸡了。我住哪个房间？没房间了。郝小健，你不说金继刚要搬走吗？嘿，我什么时候说我要搬走了？咱不都说好了吗？这房租拖2月，你这往外撵我呢？他是慧芳姐带来的，我就跟他发发牢骚，谁知道他真信了？你闪开！什么叫我真信了？不是你说的吗？他交不起房租，你把东西全部扔出去。嘿，郝小健，我是差你那2月房租了，是怎么着啊？啊，你还把我东西都扔出去，咱不带这么歹毒的啊！关键是我真的扔了吗？我就这么说说不行吗？你要住，那就住客厅，只能睡沙发。我不睡沙发，这沙发怎么睡啊？那没办法，客厅1个月1500。客厅你还要1个月1500？你穷疯了，脑子瓦塌了呢？那就不租了嘛，对不对？我决定租了。啊？1个月1500没问题啊。客厅你也住得惯吗？我现在哪有资格考虑住得惯住不惯？我只能考虑我住得起住不起啊。好啊，高大哥，头2个月的房租给我就可以了。你收中介费啊？他欠我酒吧的饭钱没给。慧芳姐，不带你这样的，你这不等于变相讨债吗？告诉他，啊，你这是为什么离的婚啊？出轨了？谁出轨了？咱俩熟吗？你怎么这么说话？刚子，
你烦不烦啊？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啊？习惯性出轨，换女朋友比换衣服还勤啊！身边一个犯贱的，远处还有思念的，还有一帮子没事闲扯淡的。阿美在我房间里小声点儿。阿美撒宁啦！金啊！哎，阿美，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要跟我分手了。你别听他在这儿白话，他满嘴跑火车。你拉倒吧，你才满嘴跑火车呢！我问你，谁是犯贱的？谁是思念的？谁扯淡的？你说。阿美。姐，你别笑了。欠球的吗？你也是，怎么啦？你吃饭不应该给钱？这不一样一码归一码。什么叫一码归一码？欠你，你得放钱，他们欠。放钱不是钱，饭钱不是钱。我单身居住的日子就这么开始了。我万万没想到，和2个这么不靠谱的单身男青年合住在一起，而且后边发生了那么多让我哭笑不得的故事。其实，我从来没有放弃想和我前妻重归于好的念头。我天天梦想着能回到我儿子身边，回到我熟悉的家里。你猜谁搬到你家对门住了？没兴趣。高大上，花痴样儿。谁花痴了？我呢是觉得他现在无家可归，仅仅是动了恻隐之心。你把恻隐2字去了，是动了心吧？说真的，他的生活全乱码了。我无缘无故的就招了病毒了，你也离他远点儿，别去趟那浑水。没有，我真的觉得他挺可怜的，还让他住客厅，也不知道他住的习不习惯。烦死了，不是1次2次了。谁啊？喝茶，喝茶。你找谁啊？我找高大上。说走吧。哎呀，依然，来，听我，这么沉，来，放这，对。那个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房东侯小健，这是我老婆依然。你好。你好。这是我的另一个室友金继刚，刚子。来，起来。这是你前嫂子。你住这儿？你们认识啊？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，是吧？对，见过一次。你的东西我给你拿来了。都已经离了婚了，你干什么对我这么关心啊？这几天大扫除，本来这些没用的东西我打算扔了的，但是我想想还是给你拿来了。对了，还有一把家里的钥匙，你得还给我吧。干什么呀？我还得回去看小帅呢。
看小帅要跟我协商。你安心在这儿住吧，以后那个家永远不属于你了。钥匙。那我走了啊，再见。哎，拜拜，慢走。女人心，天上云真是猜不透啊！我这倒霉事真是组团都逼我来了，还让你们笑话了。就不明白了，你说我一个标准的贤夫良夫，我招谁惹谁了？哎，你们是知不道，我老婆那个人啊，本来她就多疑，结果不知道是哪个乌龟王八蛋，天天闲着没事干，在网上整了一个丈夫出轨评估表。我老婆就看了，她还信了，天天拿着那个丈夫出轨评估表对照我有什么出轨症状。这还不算，还请了一个人渣当那个私人侦探，天天跟踪调查我。真是林子大了，什么鸟都有啊！你说这都什么人啊？怎么什么缺德事都干呢？我要知道是哪两个乌龟王八蛋干的，我非给他打破相了不可。然后我再给他们整容，我还不好好整。我给他们整成狗头蛤蟆脸，我让他们出不了门，我让他们当坏人。姐，坏了，这会儿咱俩麻烦大了。怎么了？他这是要常住啊！常住怎么了？给钱就行。一常那么多呀！听不懂。你想想啊，他老婆是按照你那个丈夫出轨评估表怀疑他外面有事儿的，对吧？嗯。然后他又雇我去调查他的行踪。他要是知道他现在这倒霉样是咱俩害的，咱俩是幕后黑手，他能饶了咱俩吗？那他不得掐死咱们俩呀？夜里放火，白天偷渡的。咱俩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那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让他搬走啊！但是他现在明摆着就不走啊。没关系，想办法呀。折磨他，折腾他，让他自己住不下去了，主动搬走。OK。具体？你负责想一想怎么来提高房价，我负责想想怎么故意烦人。你不用故意就挺烦人的。你说正事儿呢。说。哎呀，反正咱俩得让他自己住不下去，主动搬走就 OK 了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